感到特别荣幸，又有机会跟我们的神学博士连博士同谈，这一点很重要。很多属灵的灵光或是一些真理，都已经他来阐明。这样的话，我讲不出来，他已经都讲完了啊。在辛德勒名单这个电影里面有一句话：当你救了一个人，就等于救了全世界。这是在被拯救的一位犹太人，他身上所剩下的唯一值钱的金牙齿，打造成一枚戒指，上面写的希伯来文的一句话：是的，拯救一个人就拯救了世界。我们常常忽略个案，常常忽略个体的存在。我们人类学家马格丽特说：你永远不要怀疑，就是少数3-2个人自认为能够改变世界而改变，不是那些自认为不能改变世界改变的。是的，所以各位坐在这边，请接受我对你表示最高的敬意，愿大家平安。所罗门王说过，公义使邦国高举，罪恶是人民的羞辱，就记载在他的智慧的话，箴言14章34节。这是已经传颂数千年了，令所有有识者、精英，或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公民，都非常认同智慧的话。太极门冤臭假案25年了，无罪、无罪、无罪、无罪，3审定谳。隋武当即又继续追杀，所谓何事啊？是不是茶税奖金已经入袋了？政府犯罪，无限追诉，溯及既往，追到退休后。我常常喜欢讲4句话。我们看看纳粹毒害人民，他的一个看门的小兵，一个记账的会计，没有直接杀人，但是他年纪已经到90几岁了，抓到了没有自白，仍然要受刑入狱。为什么？是共犯，共同为主犯不是从犯。最近有一个新的个案，请不要说这是个案，没有个案哪来同案？谢谢我们的台北市律师公会人权委员会的坐在我旁边的邻座王地云律师刚刚说的，个案的讨论有其意义。这边有一个个案，是当事人，他的名字叫杜永新，为敌方发展组织是共谍。他本身是海军中校退伍，他长期在东部舰队里面为我们国家宣扬国威，退休也在阿拉伯航空公司，外文能力极好。我们念的圣经的中文都是汉字排译版，他是用英文在祷告。这样的一位人士呢，结果被指控为发展组织是共谍，3审定谳判重罪，堪称民国108年7月3号修订的国家安全法创下的首例。在座很多都是法学的硕士，也许也对法律呢略懂乃至于不懂，但是我们知道，罪行法定主义或是罪行法定原则，它一定要根据逻辑，根据刑事证据法，根据刑事诉讼法，证据到哪里办到哪里。这边的案例呢很特殊，有3点跟各位报告。
第一，刑事诉讼法规定呢，无证据能力未经合法调查之证据，不得作为判断之依据。法官就单方证人道路不法取得之录音档作为判决直接证据。请问警察总长，这是否已经违背这个法则？因为法律也规定，单凭犯罪嫌疑人自白书哦，我说我犯罪，这个都不能作为唯一证据判罪，何况只凭单方证人是说辞做推论，是否可见我们的司法单位欠缺直接证据来显示当事人杜先生涉及违法？第二点，刑法第26条，但书不能未遂犯，不能未遂犯，请导播拜托扣一下。就是意思是说，我有幻力想打飞机，天上飞机，我有幻刑，我打了他2年，有时候没有飞机我也乱打一通。请问我构不构成犯罪？因为我这样的行为打不到飞机啊，没有错。不能未遂犯指所做的行为无法发生犯罪之结果，又无危险，不能算犯罪。圣经上也记载，大卫小孩子拿着弹弓打歌利亚这个巨人呢，不过他是在地面上打的。我想他用弹弓已无法射下空中的军用飞机。我们怎么可以自由心证、采信诬陷当事人杜永新犯罪呢？单就当事人杜永新与单方证人的言辞渗透违法录音档，怎么判有罪又重罪呢？请教警察总长。第三点，就算当事人杜永新真有司法单位起诉书之不当言辞，是否也是民主社会赋予人民的意识自由、基本的人权，就是言论自由，岂可因其言辞不当，或是不符合大众或是裁判者的观感，就判人重罪呢？我了解，他们3代呢亲身保卫过这个国家，谁偷走了这个家人对这块土地的真心？圣经上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的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不义。其实整个世界实在是没有大事，因为最大的事情开天辟地、创造万物，上帝都造完了。我们只要把小事当大事来做，把每一件小事很忠心来做，人民的小事就是政府你的大事。所以我们要敬请，我要再讲一遍，这个是非常重要。导播再麻烦一下，敬请蔡总统、江惠民检察总长及法界、政界前辈先进，本着道德勇气、罪行法定主义及无罪推定的世界人权原则，重审这个指标意义的这个新法案，务重勿往。当然，在世界公民日及国际良心日的此刻，我要重申还太极门冤案的一个公道，一国一民，祝大家平安，谢谢。